我们今天来到了日本东北地区。日本的东北地区指的是在日本东北部的6个县，从北至南分别为青森、秋田、岩手、宫城、山形、福岛。它占了日本的本州大约3成的面积。现在来到的是宇都宫塔。宇都宫塔又在八幡山公园。这个八幡山公园呢，是充满大自然的公园，而园内有一个叫做宇都宫塔，它可以看得到整个宇都宫城市的最佳场所。所以上去它会有一些庭园、动物小屋等设施，它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在这个地方休闲的逛逛。在日本旅游，其实交通都非常的方便，地铁非常的发达，但这些指的是在大城市啊，东京、大阪、福冈等等地方。离开了这几个地方，交通依然方便，但你要坐的是日本的新干线，而日本的新干线其实并不便宜。如果常去日本的人，你应该就知道啊，日本的交通不便宜，吃也不是很便宜。有时候我们去日本会觉得很便宜，是因为汇率差。其实汇率差这种东西很特别啊。当你的币值跟它的币值相比之下，有时候日币跌了，你去那边玩，你就会觉得哇，日本东西都好便宜。但是对当地、对本国的人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他们又不会去换外国的钱。所以有时候日币跌的时候，外国客人去日本玩就会觉得日本物价好便宜哦。但当日币涨上来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东西怎么变贵了？其实这是对外国观光客来讲，对日本人当地他是没有感觉的。疫情过后，整个日本的市场几乎是蓬勃发展，日币也跌到了新低点，屡屡创下了日币低点对外币的兑换了。所以很多人到了日本，其实会觉得什么？会觉得哇，日本一定什么都很便宜，越来越便宜。其实不能这么说，虽然日币有时候跌幅了，我们会觉得日币跌了，你换的钱多了，东西应该便宜。但相对之下，在疫情过后，整个日本的饭店全面性的涨价上来，物价的飙涨，原物料的上涨，通货膨胀的上涨，还有最大的问题，缺工，所以人力变得非常的贵。这些东西使得就算日本这个国家它的日币跌幅了，但其他的东西会全面的上扬上来。有没有看到小小的地方却超级的具有宁静感？日本除了大城市之外，离开了到了乡下地方，你就会发现乡下好安静哦，然后也没有太多嘈杂的声音。日本人讲话也都小小声、轻声细语哦，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礼仪上面呢，害怕的是什么？去打扰别人。对他们来讲，打扰别人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意思的事情。日本东北地方拥有的是很多大自然的美景，但是就我前面所说的，日本的乡下地方，你要到达这边呢，通常你就是要坐新干线，不然就是你要搭 bus。像我们这一趟来，我们就是小包团的旅游，小包团当然更是客制化，更是让我们行动自如。很多人怕冷，我刚好不怕，尤其是到了冬季的时候，看到一大片的雪景呢，就会让我觉得好浪漫、好舒服、好感动、好开心呢。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是一样的，总是觉得雪，白色的雪，让人家觉得很纯净、很自然。大内宿其实就是日本非常著名的茅草屋地方，而这一些屋子呢，它在整片的雪覆盖底下，像极了童话故事般的场景。它这个地方就是叫做大内宿。在以前我们的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说春天最美丽，秋天最美丽，有时候会喜欢夏天来这个地方，或是到纬度高的地方去旅游。但其实现在旅游已经开始颠倒咯。
比如说客制化的旅游、秘境般的旅游，还有冬季旅游，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冬季旅游有另外一种美感，还有时候冬季就没有像春秋两季那么多人，所以它反而带给我们另外一种宁静的感觉。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去很著名的景点，但是大家呢又都不喜欢人挤人，对吧？所以这一些秘境景点或者是冬季的旅游，反而看到的景色不同，就越加的吸引人过来。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大内宿，它最有名的地方就是茅契屋。其实这个契指的就是茅草覆盖在屋顶，所以我刚刚比较快速的讲了，它叫茅草屋。江户时期1603到1867年的大内宿，当时是一个驿站城镇啊。驿站指的是什么？就是很多的旅客在南来北往当中，他需要休息，就到这个驿站来去做休息。它这里就会有一些屋子，可以提供你的马匹，提供旅人们吃饭啦、喝水啦、睡觉啦等等啊，它叫做驿站。那这里的当代建筑很多都被保留了下来，所以来到这边你会有一种时光旅行的感觉。在日本文化最鼎盛的时代产物之一，就是日本的东北大内宿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四季都漂亮啊。虽然它距离东京会有一小段的距离，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来这个地方。大内宿呢，遍布拥有300多年历史的建筑，还有这种传统的茅草屋顶，也叫做茅契屋。两侧有设水沟的街道，主街的尽头呢，有一个短短矮矮的楼梯，往上走会有一个寺庙，寺庙当中可以看得到金妙山景色映衬下来的这种大内宿美丽的全景。看看这个角度拍过去，美不美？天哪，超梦幻啊！如果带女朋友来这边呢，我想求婚应该很容易成啊。那就算不是女朋友呢，过来这边大概很容易有恋情啊。因为天气冷嘛，就会牵着手啊，抱在一起啊，对不对？你看从这个角度拍上去，这种茅契屋，它底下那种茅草底下切得非常整齐，看起来呢就很舒服。当地流传了一个传说，以人王在平安时代战败后藏身在这个大内宿，因此大内宿呢修建了一座神社来纪念他。四季的美景在这里都看得到，每一年大内宿都还会举办雪祭。如果呢你问当地人旅游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你，当地人会告诉你一定是雪景。但是如果你问观光客呢，就不太一样了。有人喜欢春天，有人喜欢秋天，有人喜欢夏天，对吧？而且这里还有江户时期的当地美食，这里最有名的就是手工荞麦面，而且用大葱代替筷子来用餐。你还会看到许多盐鱼，溪里面的鱼在明火上烘烤，这也是当地的另外一个特色菜之一。近距离的观赏江户时代的生活方式，让你感受到每一间这种茅草屋带给你的震撼感呢。虽然这些茅草屋现在都变成了欧米亚给的商店啊、餐厅啊或是旅宿，但是我觉得它的商业化还是没有非常的强烈啦。所以来到这边，尤其是冬季，每一个景色真的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到吗？高昌神社，这里就是我前面说的流传的一个传说，以人王在平安时代战败后藏身在大内宿当中，而大内宿修建了一座神社来纪念他，也就是这个神社。当然，这个神社另外的作用是什么？以前旅人在南北之间走的时候，来到这边总是需要什么？一点心灵上的慰藉嘛，所以他们就会来到这个地方来祭拜，来祈求自己的旅途平安。在亚洲国家来说，日本的纬度算比较偏高，这里没有比很多国家还要来得高，但是这里它的雪却特别的漂亮，雪的质量也特别的好，这归咎于空气的品质，还有地形地理位置，再加上它这样子的山谷很容易聚集下雪的云，所以下雪下来的质量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好。以前啊，福岛这个地方并没有特别有名啊。你知道，自从一个海啸过后啊，福岛它就变有名了啊。那当然，隔了这么多年，现在的福岛靠近深山的地方，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胜地。我们现在来到了大内宿茅契屋集落这个地方，大概有50间的茅契屋，也就是茅草民家。浓厚的历史感觉呢，旁边随时有木树的出现啊，湛蓝的天空，这些小小的好像杂货店般的感觉，有没有唤醒你小时候的回忆呀？看完下雪，也要来雪中采草莓，但是这些草莓不可能在雪地里面嘛，因为草莓都在温室。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实境体验，就是亲自去采摘日本最有名的水果。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日本这样子，他把水果当作精品在经营，而且呢还卖不够，没有人嫌贵，大家还嫌买不到。日本水果向来以品质取胜，闻名全世界。而我们台湾又特别爱吃水果，所以一到了日本之后呢，食欲大开，看到水果呢都会想买，尤其是日本的草莓，很大一颗，又长得非常的漂亮啊！很多人会说，那
为什么这些草莓或者是日本的水果卖到台湾就那么贵呢？台湾的商人呢太黑心了，其实根本就不是啊！你想想看，水果这种商品是很容易什么腐烂掉的，很容易坏掉的，它有期间限定啊，它的赏味期、尝鲜期非常的短暂，尤其是季节性的商品啊。所以当每一次它的水果产出的时候，你要经过什么空运？像草莓就是空运，它海运到的时候都烂掉了啊，它的保存期限非常的短。你想想看哦，从温室用货运，再到集中地，再由集中地再空运到台湾来，到了台湾来，你还要缴税金，还要经过检验，再送到超商去。你去超商买水果一定会拿发票，对吧？他又要缴税金，这一层一层一层下来，本来送到你手上，经过千辛万苦送到你手上，它的成本就会增加咯。所以呢，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了解，如果你到了日本，你看到水果你很喜欢也很便宜，尽量的吃，大量的买。但是呢，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呢，当你看到日本水果它价格高的时候，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些都是要成本的，你说是不是啊？所以很多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往往会嫌贵，但是他往往不知道，其实任何的东西都有一个叫做成本架构放在里面。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啊，你去超商买，或者是超级市场买，百货公司买，为什么比较贵？很多人说百货公司贵了你，其实不是啊，百货公司要开发票啊，百货公司要缴税金很多啊，再来它的地理位置要好啊，它的房租成本都高啊，当然跟你在菜市场买到的价格就会有所落差，你说是不是呢 ？OK， 吃完了大家最爱的草莓之后，我们现在来到了藏王。来山形县的藏王就是要来看树冰。藏王山横跨了山形县跟宫城县的这个交界处，它是日本地区最好的滑雪胜地之一，也就代表它的雪量不止大，而且雪质还要很好。这个地区非常的漂亮，它不只有滑雪场，附近更是活力满满的温泉，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日本非常少见的当地美味的本地的 cheese 乳酪，再加上上面有非常让人震撼的藏王树冰。光你在坐这个登山缆车的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看到藏王树冰，一饱眼福。
大自然的杰作藏王树冰，它跟着日本的樱花枫叶很相像，就是呢都要看老天啊。看老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一定你来的时候刚刚好看得到树冰，不一定你来的时候呢刚刚好有那么多的树冰，也不一定你来的时候呢都是蓝天白云了。这种季节性的问题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我觉得旅游当中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景色，我们都要觉得很惜福。你想想看呢，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是暖化的现象啊，有时候冬天不冷，夏天该下雨不下雨，该热不热，这种问题越来越严重。日本也慢慢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啊，很多的地方它反而不下雪，或者是下雪的量不多，那忽然间一下呢，就变成暴风雪，就会造成它的交通瘫痪。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于气候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到世界各地去走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把在国外所看到的任何一个好的一面带回到我们自己台湾来，不管是它的环保概念也好，就像大家喜欢去日本，日本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包括人民的礼貌啊，包括街道的整齐啊，包括对环保的重视啦，我觉得都要带回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把它实行出来，那才是正确的哦。尤其像什么，日本人对于大自然非常的崇敬，所以你常常会看到日本人怎么样，常常会对着一个山，告诉他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空气跟自然景观。你看看现在这个雪下的有多深哦，地藏王菩萨都被盖满了，所以这一趟来很棒啊！小包团的旅游，坐小车的旅游，我们阿宝、小宝带着我们呢，来到了山形县的藏王树冰。从遥远西伯利亚吹下来的这个寒冷的风，遇到了藏王的山峰峭壁，这一种西伯利亚吹过来的寒风就会往上升，然后就会附着在冰雪上面，这些针叶林就刚刚好被这些雪盖住了。很多的人来日本旅游，上来山形县的藏王树冰之后，下去还会住在藏王温泉一晚啊，一泊20，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藏王这个山区，除了它的美景之外，还有滑雪场啊。所以为什么这也是很多人在日本旅游当中会有看到，为什么自由行那么便宜，为什么有的团体那么贵，为什么有的人团费也那么高，其实都跟你居住、交通、食宿有很大的关系。在日本，像是你住到了温泉区，它的价格就一定会比较高。在日本，就像你用到了 bus， 它的价格也一定会比较高。就像在日本，你包一台小车子，只有几个人旅游，它的价格也一定会比较高。所以不一样的旅游需求，就看你想要哪一种旅游需求。只要是你想要的，符合你的需求，那玩起来就都是舒服的。
日本狐狸村、宫城县狐狸村。狐狸在日本的文化当中呢，其实很高贵哦。在日本早期，主要是靠狐狸在抓老鼠，所以呢，稻荷信仰当中，日本人当时的人相信狐狸就是稻荷神派来的使者，受到日本社会的供奉。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常能够在日本的神社当中看到狐狸石像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拜狐狸神像的时候要拜稻荷寿司，因为呢，稻荷指的就是五谷丰收，而狐狸又最爱吃的就是稻荷寿司，这也就是稻荷寿司跟狐狸的由来。日本文化当中有许多的神祇，而各司其职，掌管着不同的领域。其中跟谷物啦、跟农作物丰收相关的神，它就叫做稻荷神。日本以前的传说里面，狐狸就被视为稻荷神旗下的神之使者，因为在日本的神，他们都必须指派一个小动物当做他在人间的使者，而稻荷神指派的这么巧，就刚好是狐狸。而且呢，这个狐狸呢很喜欢吃油豆皮，所以你到访日本各地的稻荷神社，都可以看得到狐狸造型的图腾跟雕像，也可以看得到相关的油豆皮的这种祭祀物品，还有油豆皮的面食也非常多，也很受日本人欢迎啊，非常有趣啊。那当然，现在时代变迁了，谁还相信以前的那种神话？但是如果没有以前的那种神话，怎么会有传说？没有传说，故事怎么会精彩？对吧？所以呢，稻荷神的信仰到现在依然是相当的盛行。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汤野上毛器屋顶车站。哇，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哦，因为它是东日本境内唯一的毛器屋顶车站啊。上面就是毛器屋，从大内宿延伸到这边来，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要来坐回家。在这里，冬季啊，火车列车没有像春夏秋来的那么多，所以那个火车列车它的车厢不多，但相对之下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画面一样，有一种极尽的美感，没有太多的人。现在去日本啊，哇，到处都是我们台湾过去的游客，非常的多，不止台湾爱，香港也爱，各个国家都喜欢日本，因为日本好吃、好买、好逛，而且他们的礼貌、他们的服务都让人家心神向往。那现在来到了汤野上温泉站呢，它有毛器屋顶，它在2002年被获选为日本东北车站的百选之一啊，所以来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前面汇金铁道啊，所以呢就可以看得到很多要专门搭这一段火车的人，就会来到这边福岛追铁蛋的风情啊。这里还可以有免费的竹汤让你泡一泡啊。前面这一尊是亲子地藏尊，那从以前就开始可以祈求孩子们的病情早日康复，还有交通平安。
那它的前面也就是免费的竹汤。在这里坐电车呢，冬天有雪景，到了春天呢，其实沿路上都有非常多漂亮的樱花。汤野上温泉站啊，它还有一个特点，秋天樱花，夏天绿树，秋天枫红，冬天雪景。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汤还有一个原汤传说。曾经有一只被渔夫射中而负伤的猴子来到了这里，就是汤之源原野上这个地方。那泡了温泉之后呢，身上的伤呢就被治愈的传说，这是有道理的哈。就像以前的古罗马战士啊，他们也需要疗伤的时候要泡温泉啊，所以罗马浴也是泡温泉洗热水啊。那当时的这一只猴子啊，就来到温泉泡一泡，所以这里的温泉的泉源就是用传说来命名的，叫做原汤。所以来到汤野上温泉，就会常常看到2个字叫做原汤。而这些涌出的温泉呢，它是弱碱性的单纯泉，可以使自己全身感到温暖当中，还可以放松。有没有感觉很勾扎比啊？这一个位于福岛县南会津地区的汤野上温泉，它是被很多的山脉这样环绕起来一个非常宁静的温泉区。里面你看看呢，整个古色古香，很棒哎！这里留有江户时代就建成的树场町，而且绝对让你可以沉浸在这种非常古朴的日本拍照景点啊。再加上呢，它这里是由奥会津流向会津若松的大川溪谷慢慢扩展而成了一个大的温泉区，大约在1000多年前呢就被发现而拥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了。所以因此这里的源泉都能又涌出大量的温泉的关系，而且呢，它这里的温泉不但需要加水及加热，就可以泡到这种源泉挂流式的优质温泉哦。想要彻底感受到福岛县的会津铁道魅力吗？那你就要来坐坐这一节车厢。福岛县的会津铁道，它整条路上沿路的风景，让你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坐坐这个最有特色的
汇金铁道之旅。町温泉港。汇金若松城，它是汇金若松市的象征。我们现在来到了汇金若松城，看到的是历代城主他的标章就刻印在这个地方。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地方当时在战争的时候很难攻得下来。你到日本去参访它很多的小城堡的时候，小城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有名的就是越难攻下来的。它也是日本国内唯一有赤瓦的天守阁，公园里面有1000棵的吉野樱，所以它就是非常著名的赏樱景点咯。当然，每年在冬季的时候，2月份和尔之城也会有金会蜡烛季，最主要的蜡烛点灯的会场就在这边。日本人真会搞活动。所以他们在每一个季节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不同的庆典，而且这些庆典呢，都各有特色，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去日本玩会一玩再玩，因为它所设计出来的祭典，所设计出来的活动都还蛮有意义的，有特色，不会千篇一律。每个地方有它自己专属的活动，这也就是日本让人家每一次去都有不同感觉，四季去都有不同感觉的原因之一啊。那在冬季的祭典期间呢，夜晚你可以登上天守阁，一般天守阁晚上是没有再上去了啊。那因为它烛光会照亮整个会场，所以就非常的梦幻，它也是非常值得参加的冬季祭典之一啊。每一次一定要介绍我初次相恋的国家之一。怎么说呢？磐梯山的朱苗代湖是我17岁第一次出国来到的地方。我第一次出国抵达的地方其实就是日本的东北，当时被日本东北的雪景、美丽的自然景观吸引了。
那冬天的朱苗带湖是最美的时刻，我个人认为，它在福岛县中间位置的朱苗带湖是福岛代表的景点之一。到冬天的时候，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北边的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的过冬的天鹅跟小野鸭，哇，好多就聚集在湖边，让这一个朱苗带湖，它除了不动湖之外，它旁边下满了白色的雪，这一些天鹅跟小野鸭在这边，它熊爱龙美瓜就在这边游泳啊，聚集在这儿，就让我们觉得哇哦，这个景色这也太美了吧！尤其是这样子冬季生气蓬勃的画面啊，那这旁边还有天鹅号，还有真正的天鹅就在朱苗带湖里面游玩。当然，你也可以坐乌龟号啊。不知道乌龟号会不会比较慢？其实没有了啊，就是它船的造型长得不一样了。我很喜欢日本的冬天，我觉得冬天带有一种宁静的美、雪白的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最常告诉人家的就是冬天怕冷了，不会啦，车上有暖气嘛，穿暖一点嘛。然后呢，再来呢，就直接怕冷的话，可以躲在商店里面。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热啊，你热有时候你脱光光都没有用，对吧？那有的人呢害怕说太冷了会有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啦，所以咯，普通时候就要做好保养啦。那你知道保养最佳的方式是什么？快乐，做任何让你觉得会快乐的事，它就是最长寿的方式。